大坤浑身入伍。哦，你很害怕，就拿啤酒打了他，很用力的把。菜田附近找到一件属于被告并沾有死者血迹的皮外套，同时也在附近的河里找到凶器手枪，连开6枪杀害死者张荣坤。9位到店里来买啤酒，我拿啤酒的时候，他突然抓起，但是他不管，还扑上来，搂着我。逼近你，把皮带解。你知不知道阿芝杀了大坤，是因为大坤之前对阿芝做了一件事？我知道你不想提，但如果你想帮阿芝的话，就一定要找到足够证据支持阿芝对大坤的指控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之前有没有见过大坤对阿芝动手动脚？有，我亲眼看到大坤找机会想摸阿芝的屁股。你当时怎么做？我假装看不到，是我没用，我怕我反抗就会被大坤打死，是我没用，是我没用。你冷静一点呢！如果你想帮阿芝，就一定要冷静。我想请问，刚才你说的话有没有任何实证或人证？不要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好了，不打扰你，我走了。被告廖碧芝被控于2019年5月20日下午大约4点钟，在元朗八乡井口村的杂货店，被告在案发之后自首，承认杀害死者。法官阁下，我将会传召控方证人问话。我们根据其他人的口供，发现被告廖碧芝跟她男朋友李世华的口供有可疑。经过盘问之后，李世华承认误杀死者，于是我们将他逮捕。不过之后，廖碧芝又到警署向我们自首，承认他才是真正的凶手。我们根据被告的证供，在开枪扣动扳机用力过猛而导致的伤痕，跟被告右手食指上的伤痕吻合。现场发现6处子弹痕迹，其中有4发击中了死者的身体，致命伤是头部以及胸口的2枪。而在现场，我们找到了5颗弹头，还有1颗没有找到，应该是射穿了窗户玻璃飞到了窗外。朱赏发先生，请问你在井口村住了多久？我在那儿出生，在那儿长大，40多年了。那你认不认识死者张荣坤？认识，大坤嘛，村里的人都认识他，他可出名了。请问为什么出名？因为他疯了。大坤仗着自己是黑社会，在村子里横行霸道，得罪他肯定倒大霉，没有人敢惹他。你有没有被他欺凌过？我差点连命都丢了。那天我去开车，一边走一边盯着手机，不小心踩了大坤一脚。我已经马上向他道歉了，他却还是骂脏话，喊打喊杀。我憋一肚子火，说了句黑社会了不起啊！他突然跟疯了一样，掏了一把军刀出来，感觉像是想杀了我。那你怎么办？跑啊！幸好我跑得快呀！我跑到村口，遇到几个村民，几个大男人一起才好不容易拉住大坤，村长也劝架，这才逃过一劫。那事后你为什么没有报警呢？他是黑社会嘛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是算了。也就是张荣坤的黑社会背景跟他一直以来的暴力行为，让你不敢追究下去。当然啦，他发起火来像个疯子，很恐怖的。黄医生，你是精神科的专家，根据证人的供词，你认为张荣坤会不会有精神方面的问题？我并没有见过当事人，不可以轻易下判断。但是如果有经常性严重脾气暴躁，的确可能患有 bipolar disorder 双向情感障碍，就是我们大家平时说的躁狂症。那如果患者身上长期藏有攻击性的武器，躁狂发作的时候，身边的人会不会很危险？在躁狂发作的时候，病人的确很容易被情绪带动，严重影响到他的思考以及判断能力。如果他有暴力倾向，又或者带有攻击性武器的话，的确非常危险，需要接受药物治疗。廖碧芝小姐，你说死者经常趁机占你的便宜，请问你之前有没有对他表示不满或者做出反抗？有次我忍无可忍，警告他别再乱来，大坤就跟疯了一样，掐我的脖子，还拿刀指着我的脸，说从来没人敢反抗他，这里他说了算，他想怎样就怎样。我很怕他真的会伤害我，所以没再说什么。
在录口供的时候，你曾经提到案发前1个月发生了一件事，能不能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？我被大坤强奸了。肃静，请你说出当天整件事情的经过。反对，就算被告真的有被死者强奸，也与本案案情无关。法官阁下，被死者强奸是我当事人选择开枪的关键原因。反对无效，辩方可以继续。廖碧芝，请你详细描述当天的经过。那晚我说要我陪他一起喝，我不肯。说实话，很快回来。然后呢？我拼命挣扎。再接下来呢？接着他很用力抓住你，你想推开他，但是做不到。然后一下，他突然就像疯了一样把你打到地上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很痛，你痛得站不起来，他就一步一步，你很怕，拼命往后躲。大坤一步一步地逼近你，然后他在你面前解开。接着开始摸你。哥，不要再说了！肃静！你想要把他推开，想大喊，但是他用手捂住了你的嘴，还很用力地扇你耳光，之后把你衣服扯破，最后强奸了你，是不是？是。请控辩双方做结案陈词。有人认为死者是个恶霸，做了很多坏事，他死有余辜。但是裁决应该着重考虑案件的性质及事实，而不是死者的品格及行为。开1、2枪还可以解释为受情绪影响是误杀，或担心死者做出攻击性行为而自卫杀人。但是连开6枪是6枪，6枪绝对远远超出了自卫所需要的武力。再加上案发当时死者喝醉了，已经失去意识，被告并不是真的受了那么大的威胁。他朝一个反抗能力极低的人连开6枪，很明显是要置他于死地。所以我恳请陪审团判被告谋杀罪名成立。死者张荣坤恶名昭彰，前科累累，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，而且经常随身携带致命性武器，极有可能患有躁狂症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。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，随时会爆炸。而我当事人只是一个纤纤弱智的女人，就算被死者多次非礼，也只是敢怒不敢言。一旦反抗，换来的会是更加严重的死亡威胁。在案发前1个月，我当事人更是被死者强奸。相信大家也看到，我们刚才在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当事人是多么无助，多么恐惧。那个人其实已经死了，大坤不会再对他的生命造成任何威胁。但当我们再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大家看到他依然歇斯底里，可想而知，死者对我当事人造成的创伤有多么大。我当事人才是整件事的受害者，而死者其实是加害者。还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在事发当时，我当事人的愤怒以及恐惧肯定比在庭上做供的时候大10倍以上。各位陪审员，我当事人就是在这种情绪下推开了房间门，看到那个足以威胁他生命的人躺在那儿，他很怕再次被施暴，情绪陷入极度的惊恐及慌乱中。
他看到地上有把枪，就很自然地捡起来，朝死者连开一枪，完全出于自卫，是人之常情，绝对不是恶意杀人。所以我恳请各位陪审员判我当事人谋杀罪名不成立。陪审团可以退庭商议。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，有大比数裁决了吗？有，陪审团以7比2大比数通过，裁定被告谋杀罪名成立。鉴于被告廖碧芝谋杀罪名成立，本席依例判处终身监禁。好好照顾自己。朱大壮，谢谢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其实我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帮不了阿芝。是你让所有人都明白阿芝的痛苦，知道阿芝是一个好人。谢谢你。出来了，你好，请说几句。几位 Sir， 请问对今天的裁决有什么看法？欺善怕恶，不去抓坏人，就只会抓好人坐牢。吃屎啊，警长！你说什么？外口水爷。Sir， 你对市民的指责有什么回应？你们会不会承认这次抓错好人？请问会不会检讨你们的做法，避免这种事再次发生？不现，辩方申请上诉，上诉庭下令发还重审。法官阁下，各位陪审员，这个案子之所以受到社会关注，除了因为被告的遭遇备受大家同情之外，还有案件中那颗一直没有找到，推断从死者下巴射入贯穿脑盖致命，再射穿玻璃飞到窗外消失的子弹，也成为了争议的话题。本案的凶器是一把.38维伯利转轮手枪 MK6， 最多可以上6发子弹。法证人员证实，现场总共开了6枪。根据法医报告，致命伤是头部以及胸口的2枪。当时在现场总共找到5颗弹头，大家都认为没有找到的那颗弹头对案情没任何影响。所以在原审的时候，所有人，甚至我当事人也认为这6枪是同一个人开的。但是随着警方找到这颗消失的子弹，我们终于知道真相并不是这样，杀张荣坤的根本不是我的当事人廖碧芝。法官阁下，接下来我想传召找到这颗消失的子弹的有组织罪案及3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沈维利先生，跟我们一起重组真相。沈维利高级督察，请你说说找到这颗子弹的过程。警方重新展开搜查，希望能够找到这颗消失的子弹，但是可惜我们动用了几十名警员地毯式搜索，也没有发现。最后我从案发现场窗户上的弹孔往外看，刚好看到杂货店后面的小路有辆救护车经过。我们查了消防那边的记录，发现案发当天的确有救护车途经那条小路去接一位病人。我推测子弹是射穿玻璃飞到了房子外面，恰巧击中了一辆救护车。救护车将弹头带离现场，结果我们真的在一辆救护车的挡泥板上找到了消失的子弹。事后经过化验，证实子弹是从凶器手枪射出，上面的血迹跟张荣坤的 DNA 吻合。接着我们立刻查询救护站的记录，确定救护车到达病人家的时间是下午3点05分，也就是子弹射出的时间大概是3点到3点03分。之后我立刻回警署查资料，超市监控录像显示，这段时间被告廖碧芝跟男朋友李世华在超市买东西。换句话说，被告回杂货店之前，那把枪已经射出第1发子弹，开了1枪。经法证报告证实，那一枪直接射穿张荣坤的头部，导致他当场死亡。所以廖碧芝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张荣坤其实只是一个死人。
那既然第一枪不是我当事人开的，请问这一枪是谁开的？由于案发现场没打斗痕迹，相信当时除了死者，杂货店后居没其他人，而凶器手枪是属于死者的，唯一合理的推断，开这一枪的人就是死者。综合警方搜集到的证据，死者应该是2点45分左右，喝得半醉去杂货店想买啤酒。他发现没人，门只开了一半，于是就自己走了进去。根据各方的说法，死者是一个枪痴，经常闲来无事就把枪拿出来玩。推测当天死者也跟平时一样把枪拿出来玩。谁知道在这个过程中，那把枪走火，子弹从他下巴射入，贯穿头部，导致他当场死亡。而那颗子弹射穿了玻璃，飞到外面，击中了当时刚好经过的救护车的挡泥板。当时时间是3点左右。这段时间，被告廖碧芝跟她男朋友李世华还在超级市场里面买东西。他们大概3点45分才离开超市，之后李世华开车回到井口村，大概4点，被告才下车。被告把2袋雪糕拿回杂货店，放进冰箱。他发现房门开着，一进去看到张荣坤躺在自己的床上。由于房间的光线很暗，被告闻到很大一股酒味，以为张荣坤喝多了，不知道原来他已经中枪身亡。同时因为床单颜色深，所以没注意到床上有血。而被告因为曾经遭到死者的侵犯，他害怕死者再次向他施暴，情急之下就捡起枪，射完里面的子弹。当然，情急之下他没有一枪一枪数，所以大家以为他开了6枪，其实只是5枪。之后被告冲出杂货店，跑到菜田找李世华，大概4点15分，七婆到店里买东西，发现凶案，于是报警。那为什么之前你们没发现这些？首先，死者玩枪走火的时候，刚好有辆救护车经过，发出的警笛声盖过了枪声，所以村民没有留意到第1声枪响。同时因为新界一带经常会放鞭炮，所以之后5枪响起的时候，村民只是以为有人放鞭炮。另外，死者的手掌刚好被子弹射穿，所以挡住了他开枪的时候留在手上的火药痕迹，因此法证报告一直没有发现死者之前有开过枪。谢谢你，沈 Sir。这颗消失的子弹可以证明致命一枪是死者自己开的，我当事人之后开的5枪只是击中死者的尸体，他根本没杀人。非一般这对手，潜伏未看透。天多黑，我们一致裁定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。沿路過，圍牆會突然撞破，從前那套路被我解鎖。本案无疑是一场悲剧，被告被死者欺凌强暴，求助无援，导致精神上饱受折磨，又在阴差阳错之下被控谋杀，判处终身监禁。鉴于被告承认自己之前朝尸体开枪，故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名成立，依例判处监禁6个月。但是由于被告的不幸遭遇，判被告缓刑1年，当庭释放。沿路過，圍牆會突然撞破，從前那套路被我解鎖。逆轉的連場推敲如錯摸，將盡頭又折返當初。迷惑過，謎題會逐條道破。廖碧芝小姐，你从终身监禁变成当庭释放，有什么感受？我很感谢我男朋友对我不离不弃，没有他，我真的熬不到今天。除了他之外，我还要感谢钟大壮尽心尽力的帮我，没他，我根本不可能从那里面走出来。钟大壮，很多人都说你是英雄，你怎么看啊？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一位律师，尽律师的职责而已。真正的英雄应该是几位欧记警察，多亏他们锲而不舍找到那颗消失的子弹，才可以还廖碧芝一个清白。李 Sir， 钟大壮在夸你。他是在夸我们欧记，他叫欧记来夸你啊！我去开车，谁跟我去？一起。那 Sir， 谢谢。应该我说谢谢。
在记者面前这样夸我的同事。我只是实话实说嘛。其实这次这个案子，你的功劳非常大，我也是实话实说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一起吃饭看电影啊。好。喂，黑嫂，电影快要开场了，你到哪儿了 ？Sorry 啊，临时有个客户过来，我要跟他谈完才能走。刚才想打给你，但是实在走不开。啊，没关系，突发情况没办法。这部电影呢，今天有很多场，我买下一场的票等你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客户在等我，我去开会了，出发之前通知你。那你想看？Sorry 啊，刚才有个客户突然之间跑过来，然后聊得没完没了。OK， 你喘口气再说哈。哎呀，糟了，电影是不是早就开场了？2号厅的那场开始了，但是1号厅的那场呢还有10分钟，所以你可以休息一下，还可以去趟洗手间。你买了2场的票等我。哦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，你就不用急急忙忙的。走。冷啊，我把外套给你。不是 ，OK 的，不冷。哦。哇，这场电影好多年轻人来看哦，对吧？怎么了？怕我们拉高了观众的平均年龄啊？不是啊，是怕待会儿有人聊天或者打电话。应该没人能打扰你。我知道你很烦看电影的时候被打扰，所以前后左右的票我都买了。你说真的？嗯哼。待会儿如果你觉得无聊、觉得累呢，睡一下也没问题。改天买票再看一个。那么，我想我需要一个肩膀。遠山不轉，流水可轉，連着記憶切不斷。這秘密花園，千里路是個緣，敢相信便如願。處境不轉，其實可轉，才沒。